今天我们来聊聊最近金融圈的两大变化，一是邮局存款的新规定，大幅降低线上转存定存的额度；二是关于银行存折，如果长期没有补登，是否真的会失去法律效力的说法。我们将深入探讨这两件事，看似无关，其实都和我们日常理财习惯的转变息息相关。首先说邮局的新制，许多人喜欢利用网络或行动邮局把活存的钱转成定存，因为定存利息比较高，几乎动手指滑手机就能让闲钱去赚更多利息，方便又划算。不过今年3月14日起，中华邮政推出了一项重大调整，直接影响超过100万名存户的操作习惯。如果你过去习惯用手机把一大笔钱转进定存，现在可能要多跑一趟邮局了。为什么呢？原来邮局网络转定存的额度上限大砍了一刀，而且不是小修小改，而是大幅下降200万元之多。过去透过网络邮局或行动 App 把活期存款转成定期存款，每笔最多可以转新台币300万元，单日和单月累积也可达300万元。然而新制上路后，这个数字被腰斩再砍半，直接降到100万元。换句话说，现在不论是单笔转账还是一天内，甚至整个月内累计通过线上转定存的金额，只要达到100万元这条线，系统就会亮红灯，拒绝你再转了。分多笔或分好几天操作都没有用，因为每日与每月的总额限制都是100万元，一旦累计超过，就必须等到下一个周期，或者干脆亲自跑趟邮局办理。这个新规定一出，可说是影响深远。根据邮局的统计，截至2025年底，全台湾大约有2900万户邮局存补账户，其中约有114万户是所谓综合储金账户。什么是综合储金账户呢？简单来说，就是把活存和定存放在同一本存折里管理的一种账户。开了这种账户的民众，可以用同一本邮局存折同时操作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而且可以在网络或手机上直接把活存的钱转成定存，反之亦然，十分方便。许多小资族和退休族很喜欢这种账户，因为平常零用钱、退休金存在活存，需要的时候可随时提领，一旦手上钱多出来了，又可以立刻转成定存赚较高利息。综合储金账户让资金调度灵活，所以全台也有100万以上的人开立并使用。如今这100万多人就是这次新制的直接受影响者。毕竟以往大家在线上转定存习惯了，一次转个200-300万都没问题，现在突然限缩到只能转100万元，难免觉得不方便。有人可能会问，好端端的邮局为什么要限制我存钱？我把钱从活存转到定存，又不是要汇出给别人，为什么也要被管？这也是许多存户心中的疑问。针对这点，中华邮政官方也给出了一个说明。他们表示，此次调降额度主要是为了增进公司的资金运用效率。此外，他们也参考了国内其他金融业者对于类似综合存款户线上转定存的限额标准，才决定跟进下修。听起来，邮局认为过去让大家一次转太多钱进定存，可能在资金调度管理上不够有效率，缩减额度可以让资金流向更受控管。而且据说其他银行对这类账户的线上操作也有差不多的限制标准，所以邮局调整额度也有保持一致的意思。不过民众关心的不是官方说法，而是实际影响有多大。我们来想象一个情境，假如你最近卖房或收到一笔巨款，手头上有200万元想放进邮局定存，以前你只要打开 App， 几分钟内就能搞定，钱马上开始计息升息。可现在你在线上只能转100万，剩下的100万怎么办？你可能以为没关系，那我今天转100万，明天再转100万，或者100万拆成2笔50万赚，总可以吧？但按照新规定，这些方法通通行不通，因为系统是累计计算的，只要当天或当月透过线上转定存合计达到100万，第二笔开始就转不进去了，无论你怎么拆分都一样。如果你硬是想在线上完成200万定存，就算分成2天各转100万，还是会碰上每月上限的红灯。当月已经转了100万，4月之前不能再转。也就是说，
这笔钱非得拖到下个月才能全部转完，否则就只能采取邮局建议的替代方案，带着存折和印件到开户邮局柜台亲自办理剩下的定存手续。没错，在邮局新制下，唯一不受100万限额影响的途径就是临柜办理。中华邮政也特别强调，这项限制仅针对线上通路。如果民众有单月超过100万的资金想要转定存，邮局并没有完全不让你存，而是希望你走传统路线。只要你愿意亲自跑一趟邮局临柜，柜台人员一样可以帮你办理大额转存，而且金额不受100万元的限制。换言之，你带着相关证件、印件以及你的综合储金存折，到邮局柜台可以一次性把200万、300万甚至更多钱存成定存，不会卡关。然而，这对习惯线上操作的人来说，无疑是增添了时间成本和麻烦。那邮局为什么宁可让客户多跑腿，也要严格限制线上金额呢？除了刚才提到的资金运用效率，也有人从安全角度解读。近年诈骗案件频传，金融机构一直在加强防诈机制，比如许多银行和邮局从前一年开始就把 ATM 单日提款上限从15万降到10万元，目的就是防止歹徒远端操控，一次提走大笔现金。同样地，限制线上大额转定存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能是为了提高资金移动的门槛，减少高额资金在无人工监督情况下快速转来转去的风险。试想，如果有心人士盗用了你的网银，在以前一次就能把你账上300万转走或挪作他用，可能造成的损失更大。如今有了100万的上限，就算真的发生不幸，短时间内损失也被限制在100万元以内，而且大额资金异动必然引起注意，需要你本人到场才能完成后续操作，这就给了银行和警方介入提醒的机会。对经常操作网银的人来说，这规定或许麻烦，但对不常上网的长者或没有网银经验的存户来说，反而多了一道保护。当然，更多人关心的还有利息收益问题。为什么大家这么热衷把钱转成定存？关键就在利率差距。以目前邮局的利率来看，活期储蓄存款年利率大约只有 0.83%， 而1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可以有 1.725%， 将近是活存利率的2倍，两者相差将近 0.9个百分点。别小看不到1个百分点的差距，对金额大的存户来说可是不小的数字。100万元存1年，放活存只有8300元利息，存定存则有17250元，差了快9000元。金额越大，差距越明显。难怪许多人养成有闲钱就转定存的习惯，因为多一点手续麻烦，换来的是荷包更鼓。因此，即使未来线上转定存受限，大家为了多赚那几千甚至几万块利息，想必还是会选择勤劳一点，跑银行或邮局办理。不少理财达人也建议，如果真的有超过100万元以上的资金想存定存，可以提前安排时间到邮局办好，或者考虑分散到不同金融机构，在确保每家银行的存款都落在存保上限以内的同时，也避开单一账户的上限限制。毕竟目前台湾的存款保险是每人每家金融机构最高300万元，如果你拥有远超过这个数字的存款，本来从风险角度就该拆分到不同银行，即使邮局不限额，也不应把所有鸡蛋放在同一篮子里。某种程度上，邮局的新制也提醒大家重新检视自己的资金配置，适时分散风险。简单总结邮局这部分，线上转定存额度从300万元大降到100万元，每个综合储金账户每月最多透过网路转100万进定存，超过就得亲自临柜办理。约114万户存户受影响，没有使用线上定存功能的其他存户则不受波及。邮局表示，此举是为了提升资金运用效率，并遵循同业标准，同时也符合整体金融防诈措施的趋势。对存户来说虽然不便，但仍可透过亲自跑一趟银行的方式存下大笔定存。考量到定存利率比活存高出许多，花点时间办理仍是值得的。值得一提的是，中华邮政近期也推出了一些数位服务优惠来回馈客户，比如推广行动支付跨行转账免手续费等，算是给大家的小小补偿。
未来理财，我们可能都得适应这种便利与安全权衡下的新常态。为了更具体的感受这个变化，我们来看看老张的故事。张先生今年退休，辛苦攒了一笔250万元的退休金。他一直信任邮局，觉得把钱存在邮局既安全又有不错的利息。过去几年，邮局 App 让他很方便的管理这笔钱，零用的部分留在活存账户，需要用时随时提领，剩余的大笔资金则用手机分批转成1年期定存，利息比活存高出许多。每当有定存到期，他打开手机不到几分钟就能搞定，完全不必跑邮局排队。然而新制上路后，老张第一次在 App 续存定存时就碰壁了。他的定存本息共约160万到期，本想全部再存1年，结果系统提示超过上限，只允许转100万。老张一开始有些错愕，钱存在自己账户也有限制，他只得先在线上转了100万，剩下的60万隔天带着存折亲自跑了一趟邮局办理。虽说柜台服务依然亲切有效率，但对于腿脚不便的他，多出这趟路难免麻烦。老张苦笑着说，以后定存到期可能都要安排时间亲自去，手机方便是方便，终究还是没有直接到邮局来，得放心啊。像老张这样退休族群不在少数，他们有一定金额的积蓄，又习惯邮局的稳健，只是现在得重新适应操作方式，多花点时间才能确保自己的钱照样生利息。年轻一辈的阿里则打算采取不同策略。阿里工作几年下来，存下了将近200万元。他原本计划这些钱都放在邮局定存，但得知新规后，他决定分散到2家银行各存100万，这样就能全部在线上完成。阿里平常工作忙，能省下跑银行的时间就尽量省。他研究发现，一般银行的网络银行目前对把活存转定存并没有类似的100万上限，毕竟那笔钱还是在自己户头内，所以只要在不同银行各操作100万，就能避开邮局的新限制。当然，为此阿里得另外开一个银行账户，并转出100万过去。但好处是，两边的金额都在存保上限内，资金更安全。一番折腾后，阿里顺利用网路完成所有定存手续。他也感慨，绕远路的过程反而提醒自己不要偷懒，资金多分配几处也是好事。从老张和阿里的例子可以看到，邮局限额新制对不同族群的影响和应对方式各不相同。年长者可能更倾向亲自临柜的踏实感，即使多跑腿也愿意。年轻人则善于运用数位工具和了解规则细节，灵活调整资金配置，以维持便利性。无论如何，新制的出发点在于风控和管理，而大家也在摸索最佳的平衡点，努力在安全与效率之间找到折中。接着，我们把目光转向存折问题。近来，网络上流传一种说法，银行存折如果长期没有定期补登，可能会失去法律效力。这说法相当耸动，也引起不少人的担心。现在大家用网络银行、手机 App 查余额和交易明细都很方便，许多人甚至多年没有打开过自家的存折了。一些年轻人可能从开户以来就很少跑银行刷存折，毕竟所有交易在手机上一目了然，纸本存折反而显得多余。但问题来了，如果存折长久不使用、不补登，真的会导致存折上的记录在法律上失去证明力吗？我们来揭开这个疑惑。事情的起因是有网友在社群平台分享了自己的经验。他过年大扫除时，翻出了银行和邮局的旧存折，发现竟然有6年没有去补登过记录了。他在网络上提问，现在大家不是都用网银 APP 了吗？如果太久没去补登存折，会不会有什么影响？这个贴文立刻引发了广大回响，因为现代人，尤其年轻族群，懒得跑银行更新存折的情况非常普遍。留言中，很多人纷纷表示自己也5年、7年甚至更久没补登过存折，而且直言应该没什么影响吧，我一直没去也没事。还有人感叹，补登存折不是上个世纪的事情了吗？现在连很多长辈都开始用网银了。看起来多数人的经验是长期不补登，并没有带来什么直接后果，所以大家才越来越不在意这件事。然而，也有内行人在讨论串中现身提醒，
长期不补登虽然不会让你的钱凭空消失或账户无效，但关键时刻需要用到存折交易记录时，麻烦就大了。有一位网友分享了他的亲身经历，他很久没更新存折，某次终于去银行补登，把多年来的交易一次印上存折，结果发现存折上并没有逐笔列出每一笔交易，而是直接把100多笔交易合并成了一笔摘要记录。银行行员解释，因为间隔太久没补登，系统会自动将累积的交易笔数浓缩处理。例如，有些银行规定，存折未登录笔数超过100笔，就不再逐条印出，而只打一行汇总登折记录。这位网友就是因为欠登的交易超过了门槛，于是他的存折上只印出一行汇总金额，交易细节完全看不到。行员还提醒他，如果日后需要查询那100多笔交易的明细，就得亲自到银行提出申请调阅，并且需要支付手续费。这番经历让该网友大呼，早知道还是乖乖定期去刷存折好了。其实不定期补登存折本身并不会让账户出问题，银行或邮局不会因为你没刷存折就冻结账户或没收存款，只要账户里仍有正常交易往来，它就持续有效，钱也安全的躺在里面。之所以鼓励定期补登，主要是为了你的个人权益着想。正如刚刚提到的案例，长期不补登的后果之一就是存折记录被浓缩，这看似替银行减少了印制资料的麻烦，却让客户无法随时掌握完整的交易明细。根据中华邮政以及多家银行的规定，当存折未补登的笔数累积到一定程度，系统就会自动合并这些交易为一笔汇总记录印在存折上。邮局的标准是累积100笔未登录就合并成一笔，多数民营银行也差不多，大多以100笔左右为门槛。例如台湾银行是104笔，合作金库、彰化银行、兆丰银行等是100笔，有些例如土地银行门槛更高，要累积1000笔才会合并。但不管门槛是多少，只要超过了，最终存折上都只会印出一行汇总余额，前面的明细则被省略掉。也就是说，拿着这本存折已经看不到详细的进出账资讯了。那交易细节去哪儿了呢？别担心，交易细节没有消失，只是不显示在你的存折上而已。银行和邮局的电脑系统里仍然完整保存着那些交易记录，只是你必须另外去调阅。问题在于，当你真的需要这些明细时，过程可能既费时又费钱。现在网络银行很方便，但多数只能查最近1至2年的交易资料，更早的资料往往因为数量庞大而被归档，不会在线上提供。这时候，如果你又没有提前把存折补登，将那些记录保存在手上，就只能跑一趟银行或邮局，申请调阅历史交易明细。金融机构通常会收取调阅手续费，而且可能需要等候几天，甚至几周才能拿到资料。以中华邮政为例，调阅最近6个月内的交易资料费用为50元，超过6个月的每次100元。他们的系统最长可以保存15年的历史交易档案。银行方面则各有规定，例如台湾银行公告，列印15年内的往来明细，每份收100元，限20页以内，超过20页的部分每多1页加收5元。如果要列印15年前更久的资料，每份收200元起，同样有页数限制，超页还要另外加价。也就是说，交易资料越久越多，想补印出来就得付出越来越多的成本。或许有人会想，我平常不用存折，那干脆不管它好了，等哪天真的需要明细再去申请调阅也可以啊。理论上当然可以，但临时抱佛脚终究不如事先预防方便。除了要花钱，临柜调阅也得在上班时间跑银行填申请单，而且资料未必能马上拿到，可能要等待银行从资料库调出，少则几天，多则几周。而且并非所有资料都永久保存，虽然银行一般会保留账务记录至少15年，但更久之前的记录即使调得到，也可能不完整或需要额外人工处理，费用更高。相反地，如果平时就定期去把存折补登，相当于替自己保管了一份完整的交易档案在手边，真到了需要的时候，只要出示存折即可，省时省力又省钱。那到底什么情况下会需要存折上的交易明细来当证明呢？
其实比想象中常见。比如申请高额贷款，像房贷、车贷时，银行为了审核财力，常要求提供存折记录来查看你的收入和资金流动情况。申请某些国家的留学或移民签证时，大使馆也可能要求半年到1年的银行交易记录，以评估你的财务稳定度。遇到法律诉讼或财产纠纷时，存折记录更是重要证据，可以证明某笔款项的进出和资金去向，甚至申请政府补助、特定资格审查或者公司账务的报账、审核等，都可能需要提供银行交易明细作为佐证。在这些情况下，一本详细补登过的存折往往是认可度最高的文件，因为存折上的每笔交易都有银行的戳记或印刷记录，被视为正式的原始凭证，非常具有法律效力。反之，如果存折上只有零星的几笔记录，或大半都是汇总浓缩过的资料，那相关单位可能会要求你另外去银行调正式的对账单来补充证明，这就徒增手续和时间。由此可见，存折没定期补登会失效。这种说法虽然夸张，但也提醒了我们不要忽视存折的作用。存折本身不会因为没补登就无效，你的存款也不会因此消失。可是，一旦需要举证说明，经常补登和多年没补登的存折确实有天壤之别。前者可以直接拿出来当有力证明，后者则因内容不完整而无法单独发挥效用，你还得再费功夫把细节补回来。聪明的做法是不要等到临头再慌张。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金融业其实一直在推动无纸化和数位转型，许多银行鼓励客户少用纸本对账单，减少不必要的临柜操作。中华邮政也在官网上表示，为了减少临柜登折和节约用纸，他们才设计了交易累积一定笔数就合并的机制，以降低频繁换存折的需求。换言之，银行并非故意刁难大家，而是希望透过电子化提高效率，同时响应环保。然而，矛盾的是，我们越是朝无纸化前进，某些场合却又非纸本不可。尤其当牵涉多方机构或法律程序时，人们往往还是对盖了章的纸本资料情有独钟，觉得那才是最有公信力的。这就是金融转型期有趣的现象。一方面，我们享受着网银的便利，一方面又不得不保留传统存折作为备份保障。甚至现在不少纯网络银行账户根本没有实体存折，那些客户将来若需要财力证明时，也只能和小美一样向银行申请对账单并加盖印章。从某种角度看，如果我们长期不补登存折，其实相当于默默把自己的账户变成了无存折账户，到用时还是得跑银行开证明，多了一道程序。顺带一提，长期不补登存折和账户长期没有交易是两回事。假如你的账户很久没有任何款项进出，部分金融机构基于安全考量，会将它列为久未往来账户而暂时冻结部分功能，例如网络转账等，直到你重新启用并确认身份为止。这是防止诈骗集团盗用闲置账户的措施之一。但如果你的账户仍有正常交易，只是你本人没去更新存折，银行不会因此冻结你的权限。所以定期刷存折是为了保存完整交易记录，保障自身权益，而让账户保持活跃则是另一层面的安全保障。两者都很重要，因为我们的钱既需要安全，也需要在必要时证明这些钱是我的，而且来龙去脉清楚。中关邮局新制与存折补登这两件事，它们其实都反映出一个课题，那就是数位时代下便利性与安全性的权衡。在网络时代，我们享受着前所未有的理财效率，一键转账、一纸存款都成为日常。但同时，制度制定者必须确保资金运行的稳健安全，必要时宁可牺牲一点便利来防范风险。我们身为使用者，也需要在方便与稳妥之间找到平衡。最理想的做法就是新旧方式取长补短，在线上谨慎操作。大额资金该面对面确认时就别怕麻烦，平时善用电子账单与对账功能，同时也别忘了偶尔亲自检视账户，确保关键信息掌握在自己手中。也许未来有一天，科技和法规能让我们完全抛开存折与临柜程序，
在线上就100%安心的办完一切，但在那天到来之前，保留一点传统的备援对我们而言绝对是百利而无一害。最后，不妨翻找一下你的皮夹或抽屉里那本许久未碰的存折，看看上面最新的交易记录停在哪一年哪一月，也许是2021年、2018年，甚至更早。如果是的话，找个时间到附近的分行，把这些年的收支记录都补登上去吧。同时，如果你是邮局的忠实客户，账上正有大笔资金准备续存定存，心智之下记得提早安排时间跑一趟临柜，不要等到 App 转不进去才傻眼。理财之道有时候就在这些不起眼的细节上体现功夫，别让一时的疏忽影响了整体财务规划，也别因贪图方便错失了关键保障。从现在开始，我们既要享受数位理财的便利，也要兼顾传统纸本的可靠稳固，让资金在新时代既安全又有效率的增值。只要多留1分益，相信这些新规定最终都会转化为保障我们财富的助力，而非阻力。祝大家都能聪明应对这些改变，让荷包持续成长的同时，也保持高枕无忧。